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丁禹兮新剧《平颜贩子 X》落破千金设定，空降腾讯热度榜 TOP7。2025年古装剧市场再掀风云，一部尚未正式定档的新剧《花开锦绣》，凭借一条概念片强势突围，短短24小时内空降腾讯视频站内热度榜第7位，力压诸如《庆余年3》等多部蓄势已久的重磅 IP。主演丁禹兮与邓恩熙的再度合作，加之令人惊艳的明代造型考据、虐恋交织的剧情设定，为这部剧集赢得了黑马之王的美誉。这场冷启动热爆发的操作，堪称古装剧市场的地震级事件。在这支时长不长却内容饱满的概念片中，丁禹兮饰演的男主赵灵以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造型亮相。他头戴短珠禅宗帽，身穿直深海青装，腰系丝圆金钩，一柄长刀在手，眼神凌厉，气质刚猛，颇具明代江湖浪子之风。短短几个镜头，足以唤起观众的期待与好奇，也激起了社交平台上的历史服饰考据狂潮。有历史博主科普指出，这种短珠禅宗帽是明代武人的标志性帽饰，而直深海青则属于明制日常男子正装。这一造型不仅外观讲究，更能一眼传递出角色的职业身份与时代背景，堪称明代服饰教科书级别还原。这样的历史还原度，在如今浮躁的剧集市场中显得弥足珍贵。不仅男主造型出圈，女主邓恩熙的古装同样令人惊艳。她饰演的傅庭云，一袭水蓝底橘色花纹起面服，温婉中带着悲凉，手执花形小扇，眉眼间透露出一种淡漠与倔强交织的气质。网友纷纷惊呼，终于找到邓恩熙的古装高光时刻。她不再只是大家闺秀的标签，而是在这套服装与气质的双重加持下，成为清冷破碎感的代言人。剧组在服装上的细节考究也值得称道。花开锦绣在服化道层面的用心，正是吸引剧迷回归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明代服饰制度重视周汉之礼，讲究上下有别，礼制严明，尤其在腰带、扣饰、衣领等细节处展现身份和尊卑。花开锦绣中赵灵佩戴的丝圆钩，便是明代特有的腰间装饰，既具实用功能，也象征地位。如此细腻的历史还原，为整部剧奠定了扎实的美学与文化基础。花开锦绣的剧情设定亦极具爆款潜力。故事围绕傅庭云与赵灵的亡命天涯展开。出身世家的傅庭云因被诬陷与表少爷私通而被逐出家门，走投无路之际，向明代私盐贩子赵灵求助。从此两人展开逃亡之旅，却意外牵扯进明朝严正腐败、太子微服私访等朝堂风云之中。这段感情不是典型的英雄救美，而是两个身处泥潭却各自挣扎求生的灵魂彼此扶持，共同成长的故事。傅庭云在逃亡途中不断追查诬陷真相，并劝赵灵投军辅佐太子，在风云变幻的政局中帮助赵灵逐步建立声望。而赵灵也不再只是江湖小贩，而是肩负家国命运的英雄人物。这种双强设定带来的角色张力，使得剧情更具代入感与情感厚度。丁禹兮近年来被誉为古装剧的定心丸，他那种巨抛脸式的演技，在一部部作品中愈发鲜明。从传闻中的陈芊芊的韩硕、长乐曲的叶长安，到永夜星河的木生，再到如今花开锦绣的赵灵，他能快速进入角色状态，让观众忘记演员本身，完全沉浸在剧情之中。尤其在永夜星河中，他所饰演的傲娇黑莲花木生，以眼神杀征服大批观众。
其情绪层次丰富、情感饱满的晋江式演技，甚至被粉丝誉为眼神拉丝教科书。该剧上线首周即突破3万热度，成为年度最受欢迎 IP 之一，也进一步巩固了丁禹兮在爆款男主阵营中的地位。与丁禹兮二度搭档的邓恩熙也展现出强劲的成长曲线，从你好之华中的文艺少女，到长乐曲中的理智言性，如今花开锦绣中柔韧坚韧的傅庭云，她的角色完成度越来越高，演技愈发细腻。此次化身落魄千金，在清冷与坚强之间游刃有余，令人眼前一亮。两人的再度合作，也让不少磕糖群众兴奋不已。此前在长乐曲中的默契互动就已圈粉无数，这一次从悬疑智斗转向江湖虐恋，堪称情感线的华丽升级。网友直呼，上一次是智性恋天花板，这一次是 BE 美学新标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花开锦绣不仅关注情感线与造型美学，更在剧情架构上植入丰富的历史背景，明代盐政制度、太子微服制度、军政改革等元素的融入，让剧集更具深度与广度，也为观众提供了历史文化的观赏价值。这种在娱乐叙事之外注重文化信息的剧作思路，恰好契合当前市场对于古装正剧化转型的需求。观众已经不满足于糖水剧和空洞人设，而是在寻求既有视觉审美也有精神共鸣的优质作品。花开锦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杀出重围，打动人心。花开锦绣的热度爆发不是偶然，而是团队用心制作与演员精湛表现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在流量退潮、剧集口碑分化严重的当下，这部剧的成功为整个行业提供了宝贵范本。不是观众不爱古装剧，而是他们早已厌倦了套路雷同与粗制滥造。当一顶帽子、一条腰带、一句台词都足以体现创作的诚意，当演员能够真正与角色融为一体，那么即使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花开锦绣，依然能以小制作换来大影响。从丁禹兮的短珠蝉鬃帽到邓恩熙的水蓝起面服，从盐贩子 X 落魄千金设定到明治严正与朝堂风云，花开锦绣用细节与真实赢得了市场的掌声，也再次证明，只要真诚，观众永远愿意为好剧买单。